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很快的，我们就迈入到了9月份，也就是癸酉月。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这个每月分析啊，我们也已经做了超过1年了。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每月运势啊，到底是感觉如何呢？你们是否觉得这些讯息啊对你们有帮助？如果有的话，记得在下方让我知道了。很多时候啊，我也是通过你们的一些反馈、一些建议啊，来做出调整或者一些修改，让我们的这个内容啊会变得更好，这样子啦。那这一集呢，将会有一点特殊，因为啊，这一集啊将会是最后一集。OK， 大家不用担心，最后一集在这个背景下拍摄。那我们下一集呢，将会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全新的背景下去拍摄这个每月分析啦。那至于那个场景是如何，我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下一个月份呢，肯定会不一样。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吧。那我们这些闲话聊完了，我们就进入我们这个月份的重点。这个癸酉月的能量到底会是如何？然后它会带给我们什么的影响呢？那我们现在啊就进入3个你需要知道有关癸酉月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大家看这个癸酉，癸呢是属阴的水，我们五行的水。酉呢，它里面只有一个元素，也就是辛金。辛呢，它是属阴的金，五行的金。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月份呢，又是一个金生水的月份，跟上一个月份都是有一点相似的。我们的水的能量会特别的强。那但是啊，我们跟上个月份呢有一个差别在于哪里？上个月你可以看到是壬申，壬申呢是阳的能量，那癸酉呢是阴的能量。所以啊，在这个月份啊，我们会比较偏向于要做一些往内、比较保守、比较安静、比较往内看的一些动作。这个月份啊，它跟上个月呢也是很相似的，我们都是一种比较探索型的能量，但是呢，这个探索的方向啊会比较往内，而不是往外。这个月份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大家要记得下一个月份呢是我们的戌月，戌呢跟我们的今年的太岁，也就是辰啊，是一个相冲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月份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暴风雨前的一个平静。那当然，大家也不要想象这个暴风雨是有多恐怖啦。我只是要提醒大家是，因为我们下个月份呢的能量会比较波动，会比较混乱一点。所以呢，这个月份啊，我们就做多一点比较往内的，做一种自我准备，做一种自我调整。我们在工作、在生活上的一些微调整。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面对下一个月份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啦。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这个癸酉月啊，酉呢跟辰其实啊是一个相合的关系，所以呢，在这个月份啊，我们有的一些机会很多呢是跟别人合作。可能是一些新的伙伴、新的一些工作机会，或者一些新的合伙关系啊，都会在这个月份比较容易显现出来了。那如果你现在是在寻找着这些机会，或者你想往这个方面去发展的话，那这个月份呢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大家要同时有一个心理准备。它也是同时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或者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年的甲辰年的一个能量状态，其实呢它有一个主题是一种冲突还有改变。因为今年的这个能量它是一个
木跟土的能量相冲，所以这个呢代表的是一种要改变一种旧的模式，过去的一些方式要改变的一个冲突。所以如果你是有跟这个辰结合的话，就代表你开始的一些合作关系，你开始的一些合伙生意，都会同时也带来这些冲突。在你开始前你一定要先问自己，我愿意去面对这些吗？我愿意去做出改变吗？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吗？那如果都回答是的话，那当然这个月份你可以去做这个尝试了。好，这是第2点。那第3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份的吉凶星有什么。那这个月份有的吉星是桃花还有岁合，所以这2个吉星我们结合来看的话，它代表的是一种你的个人魅力，你的对外的一种吸引力突然间被提升。所以呢，如果你的工作是进行销售或者跟别人谈生意，你需要有更多的一些社交活动、人脉关系的话，那你这个月份就会受到这个吉星很好的一个加持了。但是我们也要去看我们的凶星有什么。那凶星我们有死府还有流霞这一些，它代表的是因为呢你这种个人魅力突然间被提升，突然间增加了，但是呢这些凶星也会带来别人对你的一些闲言闲语，或者呢对你的一些憎恨，就会招来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负面的能量啦。那这个的话就要回到你们自己啦，你们可以愿意去抵挡或者去承受这些吗？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你不太介意，不太理会别人是如何评价你，那当然这个月份呢，你就可以用这些吉星啦，你们就不需要去理会凶星。那如果你个人是非常害怕别人只是讲你的一句话，或者说你的头发今天有点混乱，这样子的话你都会觉得受到打击，那最好你就不要用这些这个月份的吉凶星啦。好，这是第3点。大家一定会问，我们这个月份少了那一个我们合还有冲的生肖是什么？那我们这里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合的话当然就是辰，那冲呢就是卯。所以如果你的八字有这2个生肖的话，你会特别感受到这个月的能量对你产生的影响啦。那合的话是一种我要配合这个大的能量的一个情况。那冲呢，你反而会觉得我要去改变。以上呢就是我们可以说4个啦，你需要知道有关癸酉月的事情。好，接下来呢，我将针对10个日主他们要如何去利用这一个能量。那当然接下来的部分你要先懂自己的日主是什么啦。那这里呢我就不再做多分析，那大家可以看我的其他视频都会教大家怎么找你的日主。那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入主题。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甲木。甲木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印还有正官的月份。那甲木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月的话，你们就好像在一个汪洋里的漂浮的浮木。那这个月份终于你们不需要去漂浮了，因为你们这个月份呢反而可以静下来，你们终于找到岸了，你们在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你们这个月份适合去做的一个事情反而是一种修身养性，然后去做一些自我反省。因为下个月份是一种比较混乱、比较冲突的情况，那甲木呢是其中一个会受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个日主啦。那所以这个月份呢，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就让自己放轻松一点，去做一些静坐冥想去让自己呢储备那个能量，回到自己，去观察自己，看自己的能量状态是否处于一个好的情况。
那我们的这个正印啊、正官呢，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能量，可以让你比较安稳下来。好，这是甲木。那第二个呢，我们来到乙木。乙木进入的是偏印还有七煞的月份。那这个乙木啊，遇到这个癸水的时候啊，我们通常呢会比较乐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乙木就好像植物嘛，所以呢它需要一点水的灌溉，水的一个滋养，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呢，我们在乙木要利用这个癸水的话，它就是用一种点到为止的情况。那怎么说点到为止？那我们就来看乙木呢，这个月份啊，其实你是非常适合去做一种大格局，一种比较提升你的一个思维格局的思考。我们英文呢就叫 big picture thinking， 所以你要让自己啊可以看到一个更大的格局。那我们通常要怎么看到这个更大的格局呢？通常我们可以去学习啊，跟别人聊天啊，跟一些已经比你状态更好，可能是在事业上，他的公司可能比你大好几倍。那这个月份呢，你都是可以去跟他们交流，然后去跟他们学习，然后让你提升你整个人的一个认知那个格局啊。为什么需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下面呢是一个七煞，所以当你去提升这个格局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呢来回看自己啊，你就会发现自己有的危机在哪里。然后有看到这个危机过后啊，你也从中知道要怎么去解决它，因为你的格局已经不一样了嘛，你的认知已经被提升了，所以你也懂得要怎么去克服这个挑战。所以啊，乙木呢这个月份就可以往那边去思考了。那第三个，我们来到丙火。丙火这个月份走的是正官还有正财的月份。那丙火在上个月份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宏观、非常宽广的一些行动过后，这个月份呢，我们就回到来做一些比较小的事情。你们适合做的就是要有系统化或者比较规律的去完成一些小的事项，让你呢通过这些小的事项啊，一些小成就来堆积起你这个大的一个目标。那大家记得吗？上个月份我要所有的丙火去分享，去把你的一个宏愿去让大家知道，去让每个人来支持你做这件事情。那现在这个月份呢，就是让你去回到地面 ，OK， 脚踏实地，开始去一步一步完成它的时候啦。那丙火是一个非常有规律，可以非常持续去工作的一个日主，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对你们来说应该是不太难。那所以呢，这月份你就专注于一些小小的你可以完成的事项，然后累积这些所有的小成就，那到最后呢，就可以来完成你那个更大的愿景了。好，这是丙火。那第四个呢，我们来到丁火。丁火这个月份走的是七煞还有偏财的月份。丁火啊，这个月份讲的是你要培养一种领导的能力。那这个所谓的领导啊，到底是什么？其实啊，它就是不要害怕去承担责任，不要害怕去面对问题，面对挑战。我们的七煞代表的就是一个难题，一个挑战来给你们丁火。但是呢，偏财的话，它是一种解决问题。为什么会解决问题？因为呢，你看到在解决这个挑战过后所会得到的一些回报。那所以呢，我会说啊，这个月份是适合去培养一点你们的领导能力，就是这样子啦。因为当你可以帮助越多人去解决问题，帮助你们的公司里面的一个团队、你的同事，甚至你的老板啊，去解决更多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啊，你就会成为比别人更高一点。
因为大家会视为你是有能力的，你可以领导大家的，你不怕问题，你不怕责任。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啊，你的那些金钱的回报或者地位或者一些名声啊，都会随之而来。所以呢，我会说啊，丁火这个月份是一个很不错的去培养这方面的能力。那当然啦，因为我们还是水火冲，我们丁火跟癸水呢是一个相冲的情况，所以当你要去面对的时候，肯定呢会面临一些情绪上的压力，或者呢会成为别人的一个焦点。那大家都会看着你啊，怎样去应对这些事情。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太害怕，因为这些呢都是在培养你领导能力的一个必经之路啦。那如果你可以很好的去应对它，很好的去面对它，那你最后呢就会成为那个人呐，这个能力啊就成功的被你所解锁，那成为你的一部分，这样子啦。好，这是丁火。那第5个呢，我们来到戊土。戊土这个月份走的是正财还有伤官的月份。那戊土啊，这个月份呢，要去多留意或者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啊，在你的输出上。这个输出啊，就是说你的工作，你每一天花最多时间在做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创作，或者你提供给你公司或者别人的一些价值。你们呢需要放入更多的一些专注啊，在这里去把它变得更好。因为大家这个月份心境啊，就好像一个矿物，一个原矿，所以我们从戊土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它输出的一个矿物。我们伤官嘛，所以它是一个它所输出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好像从泥土里面挖出来的一个矿物。那但是啊，这个矿物啊，如果你没有给它进行任何的加工，没有任何的清洗的话，它的价值啊，会远远比不上已经加工过后的一个矿物。所以呢，戊土啊，你们要多去留意你们所创造的东西，你们所提供出去的一些东西啊，它的精致程度在哪里？它是否看起来呢，已经是一个很完善、一个很完美、很完整的一个产品或者服务啦？因为啊，对于戊土的人来说啊，有时候呢，他们不太会这么做的太细致的东西，他们是一种比较粗犷的感觉。所以啊，你们这个月份呢，可以多花一点的时间去完善它，让它变得更亮丽。就是说，你输出的东西啊，这个心境啊，会变得更好看，别人呢会更喜欢，或者觉得啊，这个东西更有价值啦。所以呢，你们这个月份啊，就花多一点的时间还有精力在做这件事情啦。那第6个，我们来到己土的话，这个月份走的是偏财还有食神的月份。那己土啊，这个月份就好像你拿一点的水去灌溉，或者去冲击那个土壤的时候，它会显现土壤下面有的一些物质或者一些矿物。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容易就完成的东西。对比戊土啊，它是一个需要去挖掘，然后过后呢再运输，然后去进行加工，去进行清理的一个动作，它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事情。那相对于己土来说啊，它却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就能完成的东西。所以呢，你们这个月份啊，可以专注的就是你现在手头上是否有一些是非常容易完成的目标，但是呢，你一直没有去完成它。因为己土啊，有时候也是会比较拖延一点点，土的元素啊都是比较拖延的啦。那你们呢就可以去看是否有一些很容易完成的，然后又可以给到你立刻当下就会有回报的事情啦。那你们这个月份呢，就专注的去做那件事情。你们呢不需要太专注于一个大的目标或者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
你们只需要专注在你们现在手头上可以立刻套现或者立刻得利的一些事情是什么。那你们快速的让自己先得到这个好处，那我们下个月份我们才来看其他的一些目标到底要怎么完成啊。好，这是己土。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庚金。庚金这个月份走的是伤官还有劫财的月份。那庚金这个月份你们需要做的是要去理解，你们要知道自己的那个专属的跑道到底在哪里。因为劫财讲的就是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呢一个竞争的压力。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庚金我不知道它的强项到底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呢他想完成什么。那这个月份庚金你就需要去找到自己的那个跑道，你想要去走的那条路，你想要完成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强势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你找到了过后，然后你要去凸显它，你要去让别人知道我在这方面就是有能力的，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我是比其他人都厉害的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要不断的去宣传它，不断的让别人知道，从而建立起你在这方面的一个竞争力啦。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伤官跟劫财两个能量结合起来的时候，你个人呢在做事方面也会比较鲁莽一点点。因为庚金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粗犷的一个日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做事也没有考虑太多。那再加上这个伤官跟劫财的话，你反而也会做出一些事情或者一些粗心大意。所以呢，我会说你们也要多留意一点，要比较谨慎，比较克制自己去完成你要完成的事情啦。那第8个呢，我们来到辛金。辛金走的是食神还有比肩的月份。那辛金这个月份跟我们这个月的能量也可以算是比较同频的，因为我们这个月份就有一个辛金在那边嘛。所以呢，更多的时候你是有一种回看自己的情况。那到底要回看什么呢？回看你的技能或者你的能力。因为食神呢代表的是一个人他的一个技能，他的一些特殊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所以辛金这个月份可以专注在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创造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提升。这个事情对于辛金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难度，但是呢它的方法就是你们要提升自己的那个专注力，还有一种精准度。就是说你要先去分析你在这个技能，你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否有一些很致命的、很明显的弱点。那所以我们才要去多观察自己嘛。当你多观察了，你就知道自己的那个致命弱点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呢能不能去把它改善，或者呢找另外一个人来帮你弥补啦。所以辛金呢多花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那这个月份你就可以过得比较 OK 啦。那第9个呢，我们来到壬水。壬水走的是劫财还有正印的月份。那壬水这个月份呢，你也会感觉到，因为水的能量比较强一点，那所以呢你们也会很容易的失去一些专注力。因为我们劫财的话，有时候呢会让你失去专注，失去重心。所以呢这个月份你要做的是尽可能让自己比较精准的去学习，而不是一个非常混乱或者广泛的学习。什么是精准的学习其实就是你知道呢现在你的不足在哪里，你需要的那个知识点是什么。那你要做的是你现在这个问题最直接有关系，最直接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个知识点到底在哪里。
那你需要做的就是立刻去学这个。那其他有关的那些知识，好像它的一些背后的原理啊，或者它其他方面也需要理解的一些理论，你们呢可以暂时不要理会这么多，先从你现在最需要学习的那个部分去下手。当你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提升你个人的一个竞争力，提升你个人的一个能力啦。这是壬水这个月份要做的事情啦。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来到癸水。癸水这个月份走的是比肩还有偏硬的月份。那癸水跟这个月份的能量也算是比较契合一点的。因为呢，癸水很多时候它需要的是另外一个癸水，就是他的一个朋友这样子。因为当只有越多的癸水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完成一个更大的事情，或者一个更大的目标啦。所以对癸水的人来说他们的朋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癸水在这个月份，你们要记得的是，你们的帮助呢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在这个月份呢会特别的来帮助你。你需要做的是保持一点的开放的态度。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因为这个帮助可能是在你认知以外的东西。那怎么说？就可能有一个朋友，或者你突然间认识了一个陌生人，他来呢跟你提出一个很全新的概念，或者呢一个解决方法。那这个方法是在你的认知以外的。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是保持一点的开放态度，然后去聆听，然后去思考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你啦。不要呢一来呢就先排除掉这个方法。因为我们偏硬说的都是一些认知以外，我们要可以保持开放的态度去探索。那这个呢，你如果可以做到的话，其实呢会带来更多好的一个改变。因为呢，你要的答案很多时候在你不懂的那个范围那边的。所以呢，你要做的是让自己可以接收到这些。那这个月份这些能量呢都会来到你这里，然后给到你一个认知上的提升然后你就会感觉呢，你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也会比较容易迎刃而解啦。OK， 好，那以上呢就是10个日主在这个癸酉月会有的一个机会，还有他们要如何利用这个月份的能量啦。那你们的日主是哪一个呢？然后你们打算要如何去用它们欢迎在下方让我知道啦。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呢，在一个新的地方再跟大家见面啦。我们下一次见，拜拜。